盘点10大世界上最厉害的暗器，就连叱咤武林雪滴子也只能排在第3。第10，甩手剑，原名雉剑，这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一种暗器，有着极其小巧的体格，同时根据制造材料的不同，可将其分为3种。第一种以全铁打造，粗如小指，长约9寸，重达半斤，只适合初学者使用。第二种改用铁箭头木柄，末端加羽。第三种则是全木头或者全是竹子，在刺杀人时提前将其藏在衣袖之中，难以发现。而将这种暗器修到大成之后，更是随便在地上捡根树枝都能代替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其次，靠着万力投掷的甩手剑，更是有着超强的杀伤力，顷刻间就可以置之敌人于死地。不过以甩手剑的实力，还是只能将其排在倒数。第9，吹剑，这把暗器最早起源于亚马逊，是当地土著发明的狩猎工具。从外形上看上去像一支竹笛，不过其中却内含木竹质地或金属质地的毒箭，并且这些箭的顶端涂有剧毒或麻醉剂，尾端还有装有羽毛来增加稳定性。使用起来，先整支箭藏在管内，随即再靠吹气发射。虽然非常原始，感觉不是很强，但是千万别小瞧它的威力。吹箭不仅射程远，威力还大，同时吹箭比弓弩更加携带方便，便于隐匿，悄无声息。就算不能一击毙命，那尖端的毒液也能在之后补刀，是暗杀行动的一大利器。第8，飞针，又叫做飞钉子，想必大家对这把武器都不陌生。这把暗器在尺寸方面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，主要就是按照练习者自身的需要而定，而最常见的飞针大多都长约11厘米至13厘米不等，当然也有其他型号，就比如5厘米大小的绣花针型号。同时飞钉子常常都是以特制的材料制成，更是可以随便藏于身体任何部位，这使得在战斗中使用飞钉子极难被对手察觉，在偷袭时非常好用。虽然伤害不是很高，但是暗器的另一大特点毒却是很好的弥补了飞针这个劣势，故其深受广大刺客喜爱。世界上最强的10把暗器，你觉得是什么？第7，忍者镖，这个玩意儿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，是日本忍者常用的一种暗器，在外形上有3到8个尖，刀刃边缘非常锋利，并且在打造的精致好看的同时，通常都会进行淬毒处理，杀伤力十分不俗。即使镖刃伤不到人体的重要部位，剧毒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就足以要命。不过使用忍者镖的难度却极高，需要长久的训练，达到一定的技术才可以使用。若是技术没有学到位，将影响着射程的远近和准度。待学至大成后，制出的忍者镖将会在空中围绕其几何中心旋转，在一定距离上能够保证很高的精度。第6，敌刀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日本忍者非常的善于伪装自己，他们平时也会使用一些非常阴狠的武器执行任务。以上的忍者镖仅仅是其中之一，而这把敌刀也是日本忍者最常用且非常喜爱的暗器之一。这把暗器从外观上面看上去与普通的笛子并无二异，甚至其还可以当做普通的乐器进行吹奏。不过敌刀的内部却另有乾坤，里面藏了一把足足30厘米的刀刃，这种尺寸的兵器取人性命绰绰有余，再配合上敌刀很强的伪装性，对于一些没有提前设防的人来说，绝对是防不胜防的武器。第5，鱼肠剑，这是我国古代一种专门刺杀王僚的武器，被称为绝勇之剑，乃是铸剑大师欧冶子采赤锦山之锡，若耶溪之铜，精于撒雷击，得天地精华为越王所铸。鱼肠剑的剑身十分短小，并且上面刻有鱼肠般的花纹，故将其藏身于鱼腹之中，有很强的伪装性。而在传说中，刀身上精美的纹路是打造时程氏繁多所制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能一举刺破吴王外衣内所穿的护甲，又因最终藏于鱼肚中，所以被称为鱼肠剑。第4，乾坤圈，这里指的并不是哪吒手中的乾坤圈，而是指一种在手制暗器，本名阴阳刺轮，是一把非常有特色暗器。携带时先用一个大小合适的皮带将大半圈放进去，小半圈握手处露出来以便取用，而取圈时要注意轮刺，一不小心就会伤着自己的手。同时乾坤圈全靠圈外的刺凿人，丢圈的尽力贯中带旋，是最锋利的暗器之一，打在人身上无异于木工用锯锯木。不过乾坤圈却因不易练习，故在近代已不多见。盘点世界上最厉害的暗器，今天它来了。第3，雪滴子，一件暗器的成名总是建立在其不凡的成就之上，而在清朝雍正年间，雍正皇帝的特务组织沾干处所独有的一种暗器就凶名远扬，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雪滴子。而在民间野史里，雪滴子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杀人暗器，从外形上看去就像鸟笼，并且雪滴子是一种投掷类的暗器，它以革为囊，内藏快刀数把，控引机关，100米之内见血封喉，而经过训练的使用者都能稳稳地将雪滴子套在目标的头上，等到击扣卡死，只要往回一拉，目标人物就会变成了没有脑袋的尸体。第2，流星锤，这是一种将金属锤头系于长绳一端或2端制成的软兵器，长约5尺，使用时只需以绳索一端系住器物，另一端握于手中，用手臂之力使击索器借运动的惯性，沿切线方向抛射杀敌。不过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不易习得的武器，需要练习者通过长
长时间刻苦努力的训练才能掌握。这是因为在使用此武器的时候，要利用身上的各个关节作为支点，以此作为基础做出各种招式。因此，这个武器对于使用者的能力要求很高。但是如果能运用自如的话，在攻击之时将迅速有力，威力巨大无比。第一，袖剑。我国绝大部分的暗器都需要用手直接制出，虽然这些手持暗器轻巧简便，但这些手持暗器一般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拿出再投掷，而这也往往让自己失去了最佳的进攻时机。因此，像袖剑这种瞬发击射暗器应运而生。袖剑的威力依靠的是袖筒内的弹簧激发箭矢，所以使用起来并没有什么门槛，只需要将其附于小臂上内侧，需要使用时触发机关，便可不经意间射杀30步内的敌人。其次，除却单筒袖剑之外，还有能够连续射击的梅花袖剑，其速度和持久作战能力远远高于普通暗器，故将其排在第一，实至名归。